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Bronson。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种在家里面用白萝卜和胡萝卜做酸菜的方法，然后我还会给大家介绍如何用家里边自制的酸菜做成酸菜鱼。好，现在先说这酸菜。首先把这胡萝卜和白萝卜都清洗干净。我这次准备的胡萝卜和白萝卜都比较多，我做酸菜并用不了这么多，所以呢，我用这些萝卜呢还做了其他的吃法。我会在后面的视频里呢陆续向大家介绍。你如果对我做的这些感兴趣的话呢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呢，在我的新视频一出来的时候，你马上就可以看到了。用萝卜做酸菜呢是非常简单的。首先把这些萝卜呢切成这样的长条，然后需要找这样的广口瓶，任何形式的都可以，因为这个广口瓶呢它有一个胶圈，密封非常严实。而泡菜在发酵的过程中呢会产生一些气体需要排出，所以这些瓶子呢不需要特别密实，所以我就把这个密封的胶圈拿掉了。把胡萝卜从中间切成2节之后呢，把它整齐的摆放在这瓶子里边。差不多胡萝卜和白萝卜的比例是1:1，摆放的时候要尽量紧实，这样就算是倒上水它也不会浮起来。可以加入一些上次剩下的酸菜水，这样可以提高成功率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不加也可以。再加入盐、糖和花椒，然后再用干净的水加满这个瓶子，尽量不要使用生水。生水含有氯气或者是杂质，或者影响它的味道，或者容易发霉。建议在瓶子上贴一个标签，写上当天的日期，在室温条件下发酵几天之后，可以放到冰箱里边保存。一般过了1个月之后，可以开始食用。酸菜的制作就是这么简单。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这酸菜鱼。首先第一种方法是用整条鱼，用这鱼骨做汤，剔下鱼肉做酸菜鱼的鱼片。一般做酸菜鱼呢都是使用淡水鱼，我开始的时候觉得这种红鲫鱼就非常适合。这种鱼的刺比较少，尤其是鱼肉中没有那种小刺，肉质呢也算比较嫩。把这鱼肉呢沿着鱼背划开，顺着鱼刺把整片的鱼肉片下来，两边的鱼肉都要把它片下来。把剩下的鱼骨剁成几节，收在旁边备用。鱼骨不好剁开的地方呢，可以用剪刀慢慢把它剪断。我发现用剪刀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，有的时候用剪刀剪比用刀切容易很多，但这只是我个人的体会。靠近鱼肚皮的这块肉呢，这边里面有鱼刺，可以把它切掉。任何时候在鱼肉上发现有淤血的地方，要把它清洁干净，这样做出来的酸菜鱼呢就不会有腥味儿。把鱼肉呢片成尽量薄的片儿，这样的话呢比较容易做熟。因为鱼肉如果煮的时间过长，肉会变散，会变得没有味道。把鱼肉切成薄片呢，只要开了锅，这鱼肉片就熟了。做这种酸菜鱼啊，或是水煮鱼啊，一定要使用非常新鲜的鱼。任何经过长时间冷冻的，或者是不新鲜的鱼，就不适合做酸菜鱼了。今天的这2条鱼呢，都非常的新鲜，切好的鱼肉片颜色非常不错的。另外1条鱼呢，也如法炮制。有了切第1条鱼的经验之后，第2条鱼那就是易如反掌了。那切工明显熟练了很多。今天切出来这些鱼片真的是非常新鲜。然后开始切酸菜，就是慢慢的把这些酸菜都切成比较小的块。酸萝卜呢切成薄片，这酸萝卜和鲜鱼在一起炖，就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，鱼肉就会非常的鲜美。据说以前在四川有一个人特别爱钓鱼，每天都会钓几条鱼回家。他的太太误将鱼放入了煮酸菜的汤的锅里边，做熟了这个鱼，后来一尝呢，味道极美。他们逢人就夸，
这个酸菜鱼由此也出了名。今天这自制泡椒和自制酸菜在一起，有红有绿，颜色非常好看。下面呢，再准备葱、姜、蒜和一些干辣椒。谁能想得到，现在去餐馆吃饭几乎成了不太可能的事情。约上3、5个好友到一家餐馆，点几个菜，喝点啤酒，喝点白酒，大家畅所欲言，这样的情景就恍如昨日的梦境。自己在家学做一些平常在餐馆里才能吃到的菜，虽然比不上和朋友们一起聚餐，至少可以解一下馋。至此呢，所有的配料都准备齐了。首先呢，把切好的鱼肉片先腌制一下，在鱼肉片里加一些盐，加些料酒，加1个鸡蛋清，然后用筷子把它们搅匀。这种鱼呢，鱼肉非常新鲜，没有其他的杂味儿，所以无论是鱼肉片或者鱼骨，都不需要再用清水清洗了。锅里放少量的油，油温不要太高，加入葱花，先煸炒一下这个泡椒。这个泡椒的辣椒是我去年在 Okanagan 从当地的农民手里买到的印度品种的辣椒，非常非常的辣。首先用油煸炒一下呢，可以让辣味降低一点，然后放入所有的泡菜一起煸炒一下。整个过程的温度不要太高，炒到泡菜基本断生，可以稍微闻到这有一点泡菜的味儿的时候就停止。然后把这些泡菜都盛出来，再倒一点底油，在温度不太高的时候，把葱、姜、蒜、干辣椒都放到里边，稍微煸炒一下。然后把这鱼骨放到锅里，在煎的过程中呢，中间翻1次，最好让鱼骨的2面都煎到。然后把刚才煸炒过的酸菜再放回到锅里，再加入一些清水，稍微搅动一下呢，用大火把它烧开。开锅之后呢，撇去所有的浮沫，然后就用着大火煮几分钟。如果操作都正确的话，这汤会略显乳白色。然后把鱼片徐徐的放到锅里，放的时候每次都选择不同的地方，尽量不要让这些鱼片粘在一起，因为如果鱼片粘在一起的话，中间的地方可能会熟不透。稍微搅动一下之后呢，盖上锅盖，只要再次开锅，这鱼片就熟了。可以在这个时候放一些豆芽菜，就可以出锅了。这个时候你会闻到酸菜鱼特有的一种清香，色香味都是不错的。但是我为什么要有第2种做法呢？原来我发现用整条鱼做酸菜鱼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就是这道酸菜鱼里边有很多鱼刺，吃的时候不小心会扎到嘴。如果家里有小孩子呢，这道菜他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吃的。所以想到呢，在餐馆里面吃的酸菜鱼一定是用鱼柳做的。所以呢，我又试验了一下用这个鱼柳做酸菜鱼，因为没有用鱼骨熬汤了，所以呢，我特意用鸡骨熬了一些鸡汤。使用现成的鱼柳呢，切起来更容易，更适合我们自己在家里做。而具体的做法呢，和先前一样，还是先把鱼柳跟淀粉、料酒等搅拌均匀之后，腌制10几分钟，然后把酸菜切成小片或者是小块。这一次呢，我把酸菜切成滚刀块。这一次我的泡椒用的很少，因为这种泡椒实在是太辣了。照样还要准备一些葱、姜、蒜。锅里放一点底油之后呢，把葱、姜、蒜和干辣椒放到锅里，先稍微煸炒一下。再捞到一次呢，低温少油就可以。因为不用煮鱼汤了呢，这个步骤呢就非常容易了，就是把这个酸菜煸炒了之后，再倒入煮好的鸡骨汤。
鸡骨汤开锅了之后呢，把鱼片放进来，还是要注意不要让鱼片粘连在一起。轻轻推动几下之后呢，盖上锅盖，让它可以迅速的开锅。可以在开锅之后呢，加一点绿豆菜，当然也可以不加。至此呢，第二种酸菜鱼就做得了。它的特点呢是没有刺，让小孩子们去吃也可以非常放心。最后还有一个步骤呢，就是在这菜上呢放一些切碎的葱花，然后淋一些加热的明油。这一步呢也是可选的，因为就算不这样做，也已经非常好吃了。下面我就来尝一尝吧。真是不错，你看，超级好吃。好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欢迎评论、点赞、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。